福建舰现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也就是你现在高市早苗的这些言论，代表不仅仅是钓鱼台，甚至是台海，都可能面临直接而显而易见的动员或是危险。它代表新一代航空母舰的电磁弹射系统以及它的舰载机的系统完备，是不是可以达到可以担负起作战任务？这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我们还有2艘航空母舰，没错，但实际上你真的如果打起来的话，一定是福建舰率领。为什么？因为它是全新设计的，而且它载有歼35。今天这一场中日大战，我们要来看到在钓鱼岛这边也是全面爆发吗？另外，今天也会关心到是全球最强的雷射武器会做一个对决，中日之间我们会来看到的是燎原1跟飞鸟号来做一个 PK。最后，我们今天也会关心到的是福建号穿越台海的目的是为作战预做一个预演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包括第一个问题，钓鱼岛会先开火吗？大陆的海警已经30天了，巡航钓鱼台是警告日本，还是准备接管，随时会做开火呢？第二个问题，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武器面，在雷射武器到底是谁比较强？日本它的飞鸟号对上中国大陆的燎原1，算是一场军备的竞赛吗？还是已经被全面碾压了呢？最后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福建号，它的航行方向是穿越台海，这个目的为何？是在为下一场战争预做铺路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中日关系现在逼近一场比较极度危险的红线。我们来看到的是最新的情资显示，大陆的海警连续30天了，都在钓鱼岛的海域这边做一个常态性的巡航，不只是单纯的一个巡逻而已，宣告的是常态化、军事化、长期控制正在进行当中。现在也有学者特别就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做了一个分析，他认为说中日关系如果持续的恶化，接下来的军事摩擦第一枪，他认为发生的地点就会是在钓鱼岛。3个原因，为什么钓鱼岛容易发生冲突？第一个，指出中日台目前都主张拥有钓鱼岛的一个主权，所以呢，主权争议清楚，他国也会极难的介入。第二点是钓鱼岛台的位置，它离日本本土又比中国大陆还要更远，日方长期的巡航执法的难度确实看起来是比较高的。最后是关于美日安保了，它存在一个灰色地带，川普到现在都没有亲口承诺安保会涵盖在钓鱼岛的位置上面。不过也有学者他认为说，目前川普着重在跟大陆做交易，他不会在中国的核心利益上面跟中国大陆发生冲突，更不会为了一个所谓的交实跟习近平交恶。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这个钓鱼岛是为何目前被视为是中日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第一战场？中国大陆的海巡已经连续巡航30天，在这附近向日本要释放什么样的讯号？对，我想我们在先前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提过了哦，就是很显然的，北京政府从头到尾都没有打算让这件事情善了哦。也就是说，从高市当时的失言风波之后，你就会看到北京政府对内跟对外哦，几乎已经是展开全面的大内宣跟大外宣，然后炮火就直接指向高市啊，而且完全没有任何停歇的状况哦。就是我才刚从上海回来，就除了前2天这个新闻都在报黎智英被这个判有罪的新闻以外，除此之外，几乎每天的这个重点新闻一开始都先骂高市大概20分钟。所以当你看到北京政府对内哦又这么高规格的大内宣的时候哦，你就可以强烈的可以感受到，他如果希望这件事情善了，他绝对不会这样做。因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等于是煽动了整个中国14亿人口的民族情绪了。就是如果曾经去过这个大陆或者常去大陆的朋友哈，就可以了解说，我说过嘛，你在大陆哦，你每天晚上打开那个连续剧，它的卫视哦，大概有10几20台，全部都是抗日的，各式各样的抗日哦。然后呢，怎么对这个日本的伪政权啊，怎么在上海进行这个间谍的行为哦，几乎全部都是抗日。你再看看最近在这个中国大陆电影院演什么？他们前一段时间才演完731部队，接着演南京照相馆。
就这些电影，连我进去看了，我都会掉泪了，我都实在看得不忍心，我都不敢进去看了。可是当你想到他的电影院放的是这个，他的电视台演的是那个，然后呢，整个国内的大内宣全部炮口指向日本，这就代表说，恐怕不是高市几句试图要转圜的这种退让的态度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你说高市有没有试图转圜？他有，但是呢，他讲的不明确，所以呢，他承认这个台湾跟这个中国的问题，日本不应该介入。这个什么台湾这个中国的一部分啊，中国是唯一的这个代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这个合法政府，这些是高市讲的。可是尽管高市这样讲了，北京还是不买单。所以呢，除非今天日本在这个事件上愿意全面的收回而且更正。那么当然，随着这个态势持续的升高，在钓鱼台海域发生冲突有没有可能？极有可能。我上次就已经讲过了，这位学者讲的跟我讲的几乎完全雷同嘛。因为这是一个主权问题，在主权问题的情况之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介入主权纷争的。就你现在看到泰缅打成这个德性，你有看过哪一个国家可以介入帮泰国或帮缅甸吗？它就是一个主权纷争啊。主权纷争在全世界每个角落都有发生。但是这种小规模的冲突，其他的国家，除非你也有宣告主权是这个属于你的，否则你要介入实在是太难了。那更不要提到说，如果今天中国大陆试图要给日本一个教训，而这个教训又必须师出有名，不能够背上这个侵略或者是率先攻击这样的包袱，那么钓鱼台当然就是最好的选择。好，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于中方的动作，就是在钓鱼台这边连续的30天的巡航。那日本现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态势，它一方面也持续的是在升高冲突嘛，因为它现在目前是在琉球离岛，也就是日本这个所称的冲绳部署了雷达的部队。那另外一方面，除了雷达部队之外，它还高调释出它的这一款武器，雷射武器，它是叫做飞鸟号，搭载100千瓦的一个雷射武器。那中国大陆今天我们说会做一个 PK 嘛。大陆的武器最新一代的是它的燎原1高能雷射系统，它现在目前性能是比较明朗的。我们看到这个表格目前来看到它的射程是20公里，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数字。那日本没有公布，那它的性能还包括5秒内可以熔毁超音速的飞弹导引头，所以我们特别请将军来带我们看日本把它的雷达跟雷射部队放在冲绳离岛，会对解放军造成什么样子的压力吗？另外2款的武器飞鸟号跟燎原1的差距，谁还是这个海上海战规则的最强王者？将军怎么看？我们先不要讲说对空射击，我们讲水平射击好了。我想华干当过兵，一定有这个印象。我们都教兵，你归零175公尺，归零完以后，如果目标出现在300公尺，你要瞄准的是敌人的头部来做射击。为什么瞄准头部呢？因为你打出后那个子弹是有受地心引力影响，它是一个抛物线，到达175是在交汇点，那过了175之后，它就往下面掉。那你想想看，对空射击那更难了。以前我曾经打过，我带部队曾经对空射击过。你不要讲说打飞机了，光打一个气球，我们一个全连打了半天，打了这个数千发子弹，那气球都没打破。为什么？因为子弹飞出去，它是一个抛物线的。那如果气球在动的话，你还要算它前置量。你说无人机来讲的话，正面飞行、侧面飞行、45度的飞行，那个算的前置量都很难哈。那子弹飞行它有一个它那个初速跟它的这种距离有关嘛。你如果越远，它子弹飞的时间更久，所以你要算它前置量。那现在好了，如果说是这个不管是舰艇或对各种无人机的武器射击来讲的话，如果用传统的弹药你必须要很精准的算好它的前置高度，还有抛物线，你都要整个考虑在里面。所以通常都用雷达、用电脑来计算这个枪口要瞄准目标什么地方。那如果说是用雷射的话，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因为雷射它是属于直线的，它不会有抛物线的问题。那它直线来讲的话，它速度又跟这个光速一样快，所以你可以说瞄到哪里，它就打到哪里。我们以一个舰艇来讲，一个舰艇最后一道防护，我们都知道，在美军体系来讲，我们叫方阵快炮这个防护的距离大概3到5公里，那它也是用雷达扫描之后，一阵这个速度很快的打出一个弹幕出去，让你的飞弹来撞到这个弹幕上面。那这个解放军他们用的是1130快炮
但是这些毕竟是弹药，那你的距离射程有限，因为你子弹的射程受限于这个，所以现在来讲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激光武器。第一个，它是用光，它是走直线，而且速度又很快，可以很快。那解放军在这方面来讲，它已经有很长足的进步，而且已经用在实战方面了。我们不要讲这是燎原1号，我们讲之前他卖给中东沙特的叫做极尽狩猎者，就是一种激光武器。因为沙特那边经常受到这个也门组织，他们用无人机骚扰他的油田，所以他为了打这个无人机，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极尽狩猎者激光武器来打。但激光武器极尽狩猎者在那个时候，因为受到沙漠这沙尘的影响，因为它毕竟是一道光嘛，这光当如果说碰到风沙或者是云雾或者雨水等等来讲的话，它的效能就会失去了。所以，但是他继续后面的研发以后，他发明了所谓燎原1号。那我们目前看这个数据，如果跟日本的飞鸟1号比较起来的话，它300 kW 对100 kW， 那功率越大，代表一个就是它射程可以越远，可以射程越远。那它目前来讲是说20公里。那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来讲的话，日本飞鸟1号100千瓦的话，大概我想最多就是这个6到8公里左右，按照这个比例。第二个来讲的话，瓦数越高，它销毁的速度，它溶解的速度会越快，它就是将你的弹头溶穿烧毁掉。那按照燎原1号，它的20公里，它大概瞄准一颗导弹，将它烧穿大概要5秒钟，它一直盯着它，一直让大概烧5秒钟，将它烧毁掉。那日本的这一款这飞鸟号上面来讲，如果说是它功率不高的话，如果说是要超过10秒钟以上，你才能够将弹头烧毁的话，那你就很可能脱锁，你就不见得会烧毁。那除非说是这颗导弹距离你的距离更近，你才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将它销毁。那第三个，我认为说燎原1号为什么优于日本的飞鸟1号呢？因为它已经实战部署了，它已经摆在它的071这个2栖登陆舰上面这个叫做四明3号。那各位可能很有趣，为什么摆四明3号？为什么不摆更强大的055福建舰这些军舰？因为四明3号071是船坞登陆舰。那船坞登陆舰你知道吗？它在登陆的时候，它一定要停在所谓的换乘区，就是大船换小船的地方。它会在那边停留时间很久，而且它这个周波的时间距离大概10到20公里，也就是说这个距离来讲，会被守备部队来讲用无人机攻击的距离。第二个来讲的话，你在那边停留时间长，就很容易遭受到守备部队用这个火炮对你来攻击你不能说停到那边马上就走，你很难闪躲，你又在那边停到所有大船换成小船，所以我觉得这种武器放在四明3号，它当然就最符合它实战的需求，因为这条军舰要在那边做2栖登陆，它可能要在那边停上1个钟头。那在这种状况，遭受到无人机或者导弹的攻击几率最大，而且它的距离岸边的距离又最近。这时候如果说它有这种燎原1号这种雷射的武器，可以对它做最后一道的防护来讲，不管是对导弹或者是说这个无人机都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防护效果。所以解放军已经实战部署了。那比起日本来讲，现在还是实验的阶段。那我觉得说是燎原1号应该是略胜这个日本的飞鸟号一筹。好，刚刚将军特别帮我们就这个中日之间的这个2款不同的雷射武器做了一个性能上面的一个比较。那另外一方面，我们持续的关注在中国大陆的航母的动作，因为最近真的是比较多。先前我们报道过，这个是辽宁号嘛，沿着日本的周边走。现在最新的进度，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大陆海军巨无霸福建号。这一回呢，16号被直击了，它航经了台湾海峡。目前在这个目前的状况来看，甲板上是没有任何的舰载机的，但是外界也开始做解读，它的目的是要北返长兴岛进行缺失修正吗？但是重点也不是飞机本身，而是它这个航线本身被视为是具有在军事跟政治上面的意涵。那他们也认为这个是在实战前面的一个航线模拟的演练，是这样子吗？干哥怎么解读？国防部长我们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顾立雄说，他这次回去没有带舰载机，代表是什么？代表他回到长兴岛的造船厂进行缺失改正。这种话不是一个没有，就说没有，他根本没有接触过军旅生活的人讲得出来，那是幕僚告诉他的。他知道什么叫缺失修正。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福建舰是第6次部署，它还在修正的阶段状态，所以那一定是
国防部连参啊，连二啊，情报参谋总部来告诉他的，对，他才会知道，不然一般人是根本就不会知道。那好，没错，福建舰现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什么十字路口？也就是你现在高市早苗的这些言论，代表不仅仅是钓鱼台，甚至是台海，都可能面临直接而显而易见的动员，或是危险，啊，不管是任何情况，所以它代表着什么？它代表新一代航空母舰的电磁弹射系统以及它的舰载机的系统完备，是不是可以达到可以担负起作战任务？这是最重要的，这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我们还有2艘航空母舰，没错，但实际上你真的如果打起来的话，一定是福建舰率领。为什么？因为它是全新设计的，而且它载有歼35，歼35在前面2艘航空母舰是上不去的哦，包括辽宁号跟山东号是上不去的哦，只有福建舰能够载，所以那个叫技术验证，技术验证是在福建舰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好像似乎都已经完成了，所以这次没有载舰载机，那他回到长兴岛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可是他等到他再下一次部署，那就叫什么？那就叫正规部署，叫真的要你随时准备。正规部署的时候就是干嘛？有任何风吹草动，你就要准备你的飞机是要去打的。现在大家都是演习，现在我的歼15或歼16飞上天，跟你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对阵，即便真的开了火控雷达，那都是一种试探。可是你随时要准备，不是试探，要真打。所以福建舰它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了，它越过这个阶段之后，它只有往前冲了，没有回头路了。那你现在我想请问一下，海军现在到底有没有准备好？这就是对于整个地缘战略最重要的一个影响，是福建舰这一次回去整备之后，它下次出来的话，它就是一个焕然一新的，它就是什么？它就是武士已经准备好了他的装备，准备好随时可以接下战备任务。而那个战备任务一下达的话，不论成败，你就是一定要干嘛？去达成任务。所以福建舰这一次的这个返回母港，其实大家不要看啊，很来来去去，好像都是常态，不是常态。它下一次部署，它一定要完成战备，这是它最大的意义所在。好，观众朋友，今天军事上消息，赶快大家来看到是福建舰现在呢说硬闯了台海哦，那。另外，今天也会来关心的是，美国的前舰战斧也亮相了。另外，还会来看到朱瓦特则是剑指中国大陆。好，最新消息，我们赶快来看到是大陆的第3艘的航空母舰福建舰通过了台海，目的是要到南海这边来进行科研的训练任务。就在前一天，我们看到日本的防卫省早就已经有动作了，在福建舰在钓鱼台西北大约200公里的东海这边现身之后，就和现代级的飞弹驱逐舰吕阳2级的飞弹驱逐舰编队一起来做航行了。我们先来关心哦，在福建舰成军之前，能够接连穿越几个地方，从钓鱼台到台海，最后到南海，北京的政治讯号是什么？同时，我们也会来关心93阅兵刚结束嘛，福建舰成军能不能跟他一起来看？包括了在93阅兵上面，我们看到了海陆空的战略，现在是特别来强调在海上面的战力吗？那岳老师怎么看？这个阅兵还没结束哈，阅兵的话呢，在这个现场看到阅兵的话，看到天上的，看到地上的，海上的就没看到。那现在的话呢，福建舰这里面情况下，我这边强调一下，这个沿着这个路线原来的这个山东舰的话呢，也是经过台湾海峡以后到了南海就开始正式服役。第9次海测以后呢，这个也就是要准备它的政治信号的话呢，就是阅兵还没有结束。这个大家都知道，阅兵的话，岳老师刚从阅兵看回来，对，我很有感慨，我也蛮兴奋的就是说是这个福建舰为什么强大电磁弹射快速就是非常快速，因为现在这个航空母舰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示，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北京释放什么样的讯号呢？北京释放的一个讯号就是说，阅兵之后的话，我们开始照顾我们的核
核心利益。北京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呢？哎，不瞒大家说，就是这里。北京的核心中的核心，台海红线中的核心的话，不单是台海，就是台湾啊。所以说呢，这个台湾这个事情以后会挂在嘴里。今天的话呢，就是海克塞斯遇到董军啊，然后这个贝森特遇到了这个何立峰啊，然后这个王毅遇到这个卢比欧，他们讲的都会是台湾啊。所以说这个的话呢，看得非常明白。93就要阅兵，但是其实都是目的是在于要维护国家的主权，促进统一大业。那么当然讲的就是台湾。那另外的话呢，最重要的是，现在是不是轮到海军要展示国力了？确实就是如此。对啊，航空母舰，而且它只是第3，大陆目前规划有6艘，第4、第5艘正在盖。啊，大连那边跟上海，所以说从这边角度来讲的话，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是那个舰载机啊，或者比如说是那个歼35有出现嘛，大致上也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里面的国力的展示会持续下去的。好，93阅兵之后，特别我们就可以看到，那现在秀出来的就是大陆方面要秀出的海上的战力了。但是其实呢，在福建舰正式的来到台海之前，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方面早就也开始已经有动作了。我们首先要来看到是美国，它派出它的2害2级的核潜舰，已经出现在菲律宾海这边进行的是战斗的侦察。那它是美国的改装的第4艘巡弋飞弹的核潜舰之一，能够携带154枚的战斧巡弋飞弹，射程2800公里，这当然了，是对航母来说具有巨大的威胁。除了美国之外，我们看到日本则是派出它的 P3C 的反潜舰，也紧盯福建舰。等于说全程的来做监测，大家也在看说，美日到底是希望收集到福建舰什么样子的参数呢？那美国这次特地让它的2害2级这个2害2号亮相，是想要暗示中国大陆美军未来也可能用潜舰来威胁你吗？厉将军怎么解读？其实很简单啦，美国会用2害2这个核潜舰，它是攻击型潜舰，它不是战略级潜舰。潜舰大概分为2种，一种是打洲际导弹的哈，叫做战略级的。那另外来讲的话，如果说是发射鱼雷或者是战斧巡弋导弹哈，那叫做这个攻击型潜舰。那解放军也是如此。解放军的话，094跟096，它发射的是巨浪2或者巨浪3，那是洲际战略飞弹，发射的是核导弹。那它的单数就是093跟可能会成军的095传统的动力叫039C 这种单数的它是攻击潜舰。那这个为什么我说美军这个时候突然展示它2害2级的这种核潜舰是认输了呢？因为它水面战舰它不敢出来，是这样。如果这很明显这个我们因为我今天不是因为这个我讲的，因为之前那美军有一个核潜舰的舰长，他就曾经讲过，将来这个要对付大陆他要派出多少艘的核子攻击潜舰就可以攻击大陆，但他忘了一件事情，潜舰确实是具有攻击力是很强，没错。但是关键是说，潜舰不能遂行登陆作战，不能遂行地面作战那潜舰当然在海底下有很好的生存战力，比水面战舰来得多可是这个你有这种海底，你躲在水里面，你也没办法攻击嘛。那我们看出来，如果说是这个美军这时候这个在秀它的核潜舰，是不是代表它的水面战舰已经认输了，不再是中国的对手，它必须要退出第2岛链之外？因为我们这次看到93阅兵这个解放军所展示出来的各型的陆对舰或空对舰，甚至于舰对舰的导弹，那个密集度数量这个型号之多我确实是认为是震慑到美国，所以他们现在改成我用水下来对付你那第2个，你看他为什么在陆战队？你潜舰就潜舰吧，你带什么陆战队？是配合他的所谓滨海作战的一种模式，也就是说，他用潜舰将这些陆战队员放出来以后，到其中一个无人岛上面去部署反舰或者是防空的导弹，想要借此来封锁中国大陆。但是关键在一件什么事情，你知道？就是你看看，这只是橡皮艇，那一颗导弹多大，一颗飞弹多大？然后这阿兵哥要不要子弹？要不要带着基本的自卫用的防卫的弹药？要不要带着油料？你这个导弹你总要发电吧，对不对？那甚至于说你后面吃饭的大米，对不对？你也要带，那是很重的。那你一艘橡皮艇，你认为它能够带多少？用潜舰运出来是没有办法。
那为什么他会用到这个方式呢？我觉得也是代表美国第二个无奈哈。为什么他之前想要用这个叫滨海作战舰，但是这款军舰做出来服役不到10年，他们美国自己就把它淘汰了。为什么？他发现说是本来想设计这款战舰做滨海战斗舰，但是发现说这个处处想要用，就处处都不能用，完全不能够结合实战。后来他想到一个方法来销售这个滨海战斗舰，说卖给我们台湾啊，结果我们台湾说我们也不要。这个你看这套滨海战斗舰设计有多委屈，连我们台湾都敢勇敢的跟美国说我们不要，因为这真的是没办法，也不实用，不结合战场的实况，所以他很无可奈何，只能用潜舰来运送这些海军陆战队的队员来遂行他所谓的滨海作战。但是我觉得从中这个也显示出来美国的一种无奈。当然这次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讯息，他们到南海去，然后这个福建舰也部署在三亚，我觉得南海会是将来中美这个博弈或军事上斗争，除了说是这个台湾海峡之外，南海也一定是一个很重要一个战略要域，重要的一个战略海域。好，中美现在在这边第一岛链，尤其是关心我们看到的是台海跟整个南海的布局哦，都各自派了，不管是福建舰或者是这个美国的潜舰。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另外一方面也把它的是隐形型的这个驱逐舰给放在关岛，这个同样也是最新消息哦，是在9月8号，我们画面上看到这个美国它现在派出的是朱瓦特级的飞弹驱逐舰朱姆沃特号停在关岛，正式的等于它部署了它的第7舰队。那其实这个朱姆特号，它具有海上幽灵的称号，是美国最大的隐形驱逐舰。它的优势包括它的雷达回波可以降低50倍，还能够从160公里外来开火。未来等一下会请张将军来帮我们看哦，它可以搭载这种极音速的武器，被定位为未来美国最尖端的斩首舰。目前是只有3艘而已。那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它这个进驻到关岛的阿普拉海军基地，就是它的军港。我认为这个就单个来看，动555的大区跟这个我们叫朱瓦特号的这个有点逆中性质的飞弹驱逐舰来看的话，我认为旗鼓相当。因为055它是112个发射单元，那这一个朱瓦特它是有80个，因为它20乘以4，它每一组是4个，就是80个。我认为旗鼓相当这个。那在这来看的话，就整体战略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一个朱瓦特级的飞弹驱逐舰，它可能会屈居下风。你要从很多方面来看，因为现在打仗不是从这个单打独斗。我们第一个看它部署，第一个它是小兵力调动，小兵力调动兵力就担保。你说它大兵力，美国大兵力过来进入这个阿普拉海军基地，这个表示说它是个集成战力、合成战力、合成打击，它单个过来啊。第二个。没有看到大量的空中作战兵力今天海军如果没有大量空中作为掩护，他在暴露在空优或者是制空作战优势的这个一方，他会吃亏，因为敌方拿空优来制衡。第三个来看，福利有限，因为美军现在在第1岛链、第2岛链这个地方的部署，它的福利相对有限了，没有像以前，因为以前的话是军力上这个射程有限，战机航程有限，火力也是。距离有限，就还可以。现在都不一样了，现在都是远程，都是精准。那你这样的话，美国这方面的优势就没有了。那我们现在来看怎么来看呢？这个朱瓦特最怕的是什么？他最怕中共的饱和攻击，因为中国当然有地缘优势，就在我边边。你这边我们每一个点名来打，我最后饱和攻击，我这无人机就过去了。无人机对你做侦察，无人机察打一体，它可以侦察你，也可以打你哦，察打一体哦。再加上如果自察无人机蜂群攻击。你光这个无人机你就应付不过来了，何况中共我们这次看93阅兵的话，这个包括空射式的鹰击系列的，你觉得空射的时候鹰击15跟鹰击21，那过来了拿空中来打你呢，用鹰击15跟鹰击20来打你，你怎么办？你怎么跑？第二个，它也可以做箭射的，鹰击17、鹰击妖拐跟鹰击2洞是舰对舰的反舰巡弋飞弹，那鹰击来打你，海上也可以打你啊。另外一个，它的中共也有鹰击19，鹰击是潜射的，从潜艇里面发射反舰飞弹的。你3个你怎么去招架？有空中的，有水面的，还有水下的。另外不要忘了，中共如果下面伏击的
核子动力或者是传统动力的攻击潜舰在下面伏击，那你怎么办？你的朱瓦特你怎么样？空中、水面、水下都是这种饱和攻击，我认为会陷朱瓦特于不利。所以而且它只有3艘，腰动动动动，还有腰动动腰，还有腰动动梁，腰动动梁还没有完全全战备，到现在真正可以作战的只有2艘。所以他认为在这一方面的话，美军在这块数量上是吃亏的。然后战术战法跟地缘战略上，它也是吃亏的。还有3度空间的对它的压力，美军也是吃亏的。它有3个吃亏，所以会对它来讲是比较不利。观众朋友，今天节目我们要来关心在中美之间的这个海上霸权哦。首先是来关心的是美国的这个修建厂现在倒闭了，所以会导致什么问题呢？10艘的航母接下来如果坏掉的话是没有地方可以做维修的，尤其杜鲁门号都已经坏了8个月了，到现在都还没有修好。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来关心的是大陆的核航母哦，这个004终于是开工，我们等一下会来做它的战力上面的关注之外，今天也会来关注另外一个是大陆的水桥巨舰正式的亮相了。外国媒体是这样形容的，他说简直是重现诺曼底登陆的景象，代表3次世界大战正要开启吗？等一下我们就会就这些议题来特别做关注。真的，美国海军这一回是出大事了。刚刚提到的嘛，唯一一个在美国能够制造蒸汽弹射还有修理的这一间公司，正式的宣布破产而且接下来会停止营运。什么意思呢？就是10艘的尼米兹级的航母的弹射系统维修线等于全部都停止了。尼米兹级的航母未来如果坏掉，要去哪里修呢？现在画上一个大问号。尤其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杜鲁门号。今年2月的时候，在地中海不慎遭到商船给冲撞哦，导致舰体破洞。但是呢，现在根据了解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维修的，一直要到2026年的10月才能够进场，才能做维修跟这个开启它的维修系统。再来看到的是，除了尼米兹级的航母现在维修出问题，福特号呢，现在呢我们也要看到它有一些的问题也出现了，即使是换上了电磁弹射，但是也是很多的问题。目前它已经实施过超过2万次的弹射，3万次的着舰测试，平均600次会出1次故障。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到非常的高，但是目标是4366次的零故障，这个数据真的还是差太远了。到底怎么回事？美军还能维持在全球的战力吗？尤其如果它的航母无法做维修的话，委员怎么看？这一家专门在做蒸汽弹射器的公司叫 Babcock 就是翻成巴布科克这家公司在19世纪成立，是一个很老牌的，做锅炉做核子反应炉然后它目前是宣布破产、停止营运，可是被另外一家公司接管所以目前营运状况不是很好，但是不至于到完全没办法修的，对，没办法提供服务的地步可是为什么它这个会被视为破产倒闭啊？它的股价本来还在30块美元，这2天已经跌到1块钱了。跌1块钱，哇塞，不是黄金还好，还好没买。所以跌得惨兮兮，几天1个礼拜而已就跌了1块钱那为什么？因为它没有生意。那为什么没生意呢？因为美国现在在做的所谓的那些核子反应炉都比较新型，它是旧型的。然后美国即使说要做航空母舰的弹射，现在以后通通改成电磁弹射，对，已经没有人改蒸汽弹射了。所以它订单没了。订单没了以后，现在美国要做的这些什么蒸汽炉锅炉它也没有什么钢铁厂，也没有什么造船厂可以去弄。它本来就是做这种很重要的航母里面的零组件的。那我问你一件事情，现在美国有没有做航母也就是甘乃迪号做了，跟它没什么关系所以是因为生意没有了，那很自然的每天都花钱，就出现问题。那这个尼米兹号的航母，比如杜鲁门号，前几天那个伟大的总统川普还在前面演讲，就用一个布盖着遮羞布，面膜，好像比较好听一点。为什么？因为他第一个他没有回去没有船坞可以修，第二个很好笑，他回去没有焊接工人可以修，第三个里面要改很多零件，他连组件送不上来。所以有的地方已经修补了，但是被撞坏的那一部分还没有办法修补，但是已经开出来说耀武扬威了嘛
那我们就面对一个很现实问题，好吧？你不用蒸汽弹射，蒸汽弹射的供应商已经破产，现在叫破产保护了，重新要去营运。可是你电磁弹射的效能也很差，它电磁弹射的那个损伤率还不到，效率还不到中国的2%还不到。你看嘛，这个600次一次故障，对，那不是开什么玩笑？而且更惨的。F-35现在还没办法上舰去电磁弹射，这个才离谱。现在他谈的都是什么那个什么 F-18啊之类的东西，那你不是用逆中战机要增加你战力吗？一个最新的航母没有办法弹射逆中战机，而且更惨了，比较重的预警机它也还没办法弹射，所以美国这一次的福特号的缺点啊。很可能在下一次的甘乃迪号才会全部更正过来。但这整个系统就表示，第一个，美国的制造业整个系统坏掉了；第二个，美国的国防部的管理人员有问题了。为什么政客换来换去？有些国防部长根本搞不太懂这些东西的，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管理一个很现代化的航母。是好，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来比较，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的海上战力。这边是美国的航母，现在其实在各种的问题上问题频很多。那其实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大陆的航母，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2个，第一个是福建舰，那另外一艘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的是004的核动力航母。好，我们先来关心的是福建舰。其实呢，2024年5月它开始做首次海试，到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关键的弹射试验，不到1年，现在呢，根据媒体的报道，已经有多项重要的突破了。这个是来自于福建舰，另外就是它的这个004核动力航母了，确定在大连造船厂已经动工了，排水量11到12万吨。搭载的是龙威反应炉，航程几乎就可以达到无限哦。那电磁弹射之外，它拥有的设备还有这个全尺寸的飞行甲板。那专家也这边做了一个透露，说未来中国的目标是2035年之前要打造6个航母的战斗群，其中有4个是类似的，就是核动力的航母。赖老师怎么看？大陆的已经正式进入蓝水强权了吗？当然是因为。从习近平宣布啊，中国大陆不只是一个陆权大国，更是一个海权大国啊的时代开始，中国大力的发展航母战斗群，这是一个必经之路，也必须要走的路啊。全世界可能只有中国大陆是同时具备陆权大国跟海权大国双权的一个国家，它可能是全世界唯一的。美国是一个海权大国。可是美国绝对不是一个陆权大国，是，但中国大陆却是啊，这个不简单，而且中国大陆的人口基数够啊，例如说14亿人口，它只要它的人均啊这个国民生产所得一直升高，你想想看，如果说假设今天大陆的人均那个国民所得它是3万块美金，假设了，那就等于是美国人的1/2而已哦，美国如果说是6万，大陆只要是3万，可是14亿人口。美国的中国大陆的综合国力就比美国多2倍到3倍，那中国大陆的整个国家的总预算那就比美国多5倍左右，那不得了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可以强大到这个地步，这个当然你以后 G7 所有的世界的总和可能都不到中国的1半，是啊，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中国很有可能已经就是说中国已经注定要成为，如果它的政局稳定。经济继续这样子一个5%的左右的一个发展，中国大陆成为全世界的第1强权的情形下的时候，你说它的海军6个航母战斗群可能都不够用，因为它会随着它的一带一路走到哪里，它的航母就要发展到哪里。只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核动力的航母这么快。原本我们的估算是认为说，第1艘的辽宁舰。华跃式的，所以他根据第1艘的经验，那么自己做出山东舰也是华跃式的。那中国大陆第3艘是电磁弹射的，可是是常规动力的。对。但是第4艘一般来讲，如果也是这个常规动力的电磁弹射，那它就是很稳健，可以再复制1艘，甚至吨位大一点。可是没想到说会用核动力。用核动力的话，它的吨位就可以拉大了，因为一旦采用核动力了以后啊，它的这个核燃料棒50年
才更换一次就可以了。那这就是刚好您刚刚所讲的，它的动力系统，那就是等于是无限使用的。如果一个航母的动力系统可以无限使用，它的补给舰就不用燃料补给舰来去跟随了。过去你看，不管是这个辽宁号，或是到福建舰，它是用传统的柴油动力潜舰，所以它的燃料船要跟在后面走，因为它的燃料用完了以后要补上去，所以它的这个补给舰本身的维护跟负担就很重。但是，一旦是核动力航母的话，它根本上就不需要这个燃料船跟着走了，只要补给舰跟着走。那你想，如果说大陆制造出6艘的话，对，6艘的航母，2艘在维修，4艘就有战斗力了。即使它训练舰，它也可以随时转化成为任务舰。所以它等于是确保有4艘的任务舰可以执行勤务。一般来讲，在一个小战区，在一个战区，2个航母战斗群足够应付一场战区的一个战争。那你想想看，4个航母，它可以同时进行几个区域的战争。是。好，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大陆的海上战力，有关于大陆的航母现在最新的一个进度。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请将军来带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大型的登陆驳船，同样是来自于解放军的最新的这个武器。那这一次被拍到是来自于英国的《太阳报》，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是，上一次呢发现它的时候它是静止不动的，但是这一次根据了解，它是有在动的，有在前进的。所以说他们说呢，这个装备已经越来越成熟，甚至具备于实战的能力哦。这是来自于英国《太阳报》的说法，并且他说大陆现在正在建造的是5艘同型的，这个叫做水桥登陆的驳船，上面有一根一根的，其实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等一下可以请将军来特别带我们解析。那总体来说，它是具备1天可以登陆800辆的战车跟装甲车的能力。太阳报是这样形容哦，他说这种大型的驳船让他想到的是1994年的诺曼底登陆作战，可以来做相提并论。它的主要战力还有它的船速载重等等，请将军来带我们看细节。你知道2栖登陆作战倒不是说是我担心的，倒不见得是075和076071这种2栖登陆舰，这种来讲只有第一波的战力。那最担心的是后续持续的战力。因为一个士兵身上最多只能带150发的子弹，4个弹夹加枪上5个弹夹，1个弹夹30发，那你打完就没有了。如果后面的弹药没有送上来，你就没有。那阿兵哥也要吃饭了。对。所以说，通常第一波上去，我们讲红色沙滩是指讲这个沙滩的坡度是30度。为什么30度呢？因为30度的话，这种开口笑那种船，我们叫 LST 就贴上岸以后，它甲板放下来，刚好就在岸边。战车、卡车可以持续的上岸，但是这个船如果说是第一波的物品放下来之后，它这条船还要再退回去装载第2波的物资才能够送上来。所以如果说没有持续的后勤补给或者重装备上岸来讲的话，这个登陆是一定会被推到海里面去的那诺曼底登陆大家都只看到滩头那边，但是你知道，从英国他们拖了一个浮动码头，直接拖到诺曼底去。那用这个浮动码头，让所有的货轮可以靠这个码头以后，将它的战车、将它的补给品、将它的卡车，然后上了这个码头后，才能源源不绝给登陆部队来做后勤补给。那我们现在举例来讲，如果说第一波登陆上去之后，大概你顶多只能建立一个我们所谓滩头堡在你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夺取人家的一个港口。你有了港口之后，你的货轮才会进来。就像我们现在经常这个美国也一直在讨论说，中国发展很多滚装货轮，它滚装货轮就是战车可以持续下来嘛。那如果说是有这个水桥船的话你看它前后相连接，它前面那个甲板放下来，后面那个甲板放下来，那跟后面那条船又连接在一起，大概就可以连接很远。我举一个地方你就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台中有一个风景区叫高美湿地？有。那你想想看，高美湿地那个船根本就开不进来，因为它水深大概只有到膝盖那么深是。但如果说这种接驳船在外海之间它用这个一条接一条，是不是就是战车直接从这边就直接开上来了？直接从以前我们不认为那个地方可以登陆，像这个地方不适合，我们就我们把它归类为绿色沙滩，就是不适合敌军登陆的地方。红色沙滩只是因为它 LST 可以上岸。那如果说是有这种船的话，它就没有这个海底坡度的限制，它所有的沙滩、所有的海岸
它的战车都可以接上来。那你看，如果说等于说这些船连接在一起，就等于一个海上的浮动码头，可以有利它后续不管是重型战车、后勤补给品源源不绝的上岸。那对我们来讲，威胁是很大。所以这个，然后我觉得我个人如果说以防卫作战来讲，我觉得这个对台湾的威胁是最大的。今天在军事上，我们要特别带观众朋友来关心的是辽宁号，现在传出可能会转卖给巴铁兄弟。那么另外来关心是海战体系化，现在在这边巴基斯坦也成型了，会不会加上中国一起可以来碾压印度呢？今天会做解读。另外再加入另外一个国家。这个来自于中巴梦包围网，还有这个50%的关税，全部压在莫迪身上，他撑得住吗？今天我们就这一些议题一起来做关注。南亚现在非常的紧张哦，尤其是最近呢，专家抛出了这个震撼消息，未来中国大陆的辽宁舰在退役之后，他建议说可以转卖给巴基斯坦。巴铁兄弟啊，他说这不只是一个军火上面的交易，更是一个战略布局，而且对于中国、对于巴基斯坦来说都各有好处。首先，对于中国来说，它可以转嫁它的保养费跟它的拆解所需要的成本；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它终于是可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航母舰队了。那么有了这些舰队之后，两国是不是未来就可以一起来对抗大陆呢？事实上，中巴的关系非常的好，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签下了50亿美元的一个大单，这个大单主要是在前舰上面的大单。那么已经有8艘的汉国级前舰正在陆续的服役，而最新的第3艘潜舰才刚在武汉这边下水。所以我们做一个整体的评估，一直从航母一直到前舰，还有空中的空军到导弹，其实现在整体来看，巴基斯坦的整体的军事都在解放军化。反观呢，我们来看到印度方面，它的军事则是被大家称作是万国牌。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做一些比对，来拿中国大陆的辽宁号跟印度它的维克兰特号来做一下比对，是不是都是属于这种解放军自己的这个自产体系跟它的杂牌印度的杂牌体系呢？首先我们看辽宁号啊，它其实是前苏联过来的，但是经过中国大陆的改造升级哦。那么印度它这个则是仰赖外国的零件哦，里面许多的这些眉眉嘎嘎都是使用外国的零件。那在吨位上，辽宁号明显呢是高于印度的。再来看到舰载机呢，采用的是歼15，可以携带24架以上。它这边印度的方面则是使用2制的米格29K。那么中国大陆的雷达也是同样都是采用中国自己的，但是在印度呢，竟然是采用了欧洲再加上俄国的零件来源也都非常的分散。那么孤立作战，难以融入其他的完整体系。那么中国大陆的辽宁号则是可以融入，完全都是解放军的作战体系。所以节目一开始来请教华刚哥怎么看这2艘，一个是中国大陆的辽宁舰对上印度的维克尼特号，谁胜出？好，我就直接点破这个答案，就是不会发生。为什么不会发生呢？因为大家要知道，航空母舰 （aircraft carrier） 这种军事上的武器，那个不是你说要造就可以造，或者你认为要买就可以买的，这不是我们一般所可以理解跟认知的。它是海上之王，它需要很多的这个支援的兵力，还有它的建造工艺。大家，我讲到这边的话，我就会触动我的内心。中国人从完全不会到学会到造出来，到今天说我们有了航空母舰，大家认为说很简单，那只是4个字而已。航空母舰。但是你没有想过，它背后代表着什么意义？那就是你从头开始，从头学过，你完全不可能说，谁来教你，你就会，你要自己去学。你要自己派人出去，你要远赴俄罗斯取经。取完经之后，你发现俄罗斯已经停止了，你学会了，你还要比它更进一步，所以大家必须要理解，辽宁号本来它从瓦良格号被当作废铁，被土耳其给背戈，差一点不能从达达尼尔海峡拖回中国，你知道那一段过程是多么的艰辛吗？拖回来之后，从一艘
已经被拆光了任何东西的船，重新把它武装，重新把它油漆，重新拉电线，重新开始做升降梯，重新开始拉拦截索，让这艘船能够服役。你知道经过多少年吗？所以不是这么简单。这个部落格我把它名字讲出来好了，它叫做海事先锋部落客哦。你的预测太大胆，因为你说我们把航空母舰送给巴基斯坦，因为他是我们的巴铁兄弟，他不但养不起，他根本不会。等到他学会的时候，你已经不在人世了。为什么？因为他要花30年以上的功夫去学这门工艺，所以千万不要出这种馊主意。航空母舰不是任何国家说要养就养得起，即便是在像我们中国，我刚才说了那么艰辛的过程，对。但是你真的要让中国能够使航空母舰成为它的标准配备，以及真的能够成为海上打击的先锋的话，那恐怕还需要好多年，这是一定的。为什么？美国花了多久？100年才把航空母舰学会。英国呢是航空母舰的创始者，比美国还多10年，110年。到现在，英国已经没有正规的航空母舰了。所以大家要晓得说，它不但花钱，而且它是高科技产品，而且它需要很多人投入精力，而且它很需要大量的后勤支援。所以，辽宁号它退役之后成为训练舰是很好的，它不需要卖给巴铁兄弟，因为卖给巴铁兄弟没有太大的意义。然后我们再来讲跟印度的维克兰特号相比就是说如果巴基斯坦有这艘船跟印度的维克兰特号，如果说在海上较量的话，会有什么结果？那当然还是维克兰特号要输。为什么？因为辽宁号是依现代作战的标准，它配备的是什么？歼15战机。那歼15战机的型号本来就比维克兰特号上面的米格29要大1号，也要飞得远1号，也要载弹量要多1号，所以说维克兰特号上面米格29就不是对手了，除非维克兰特号印度的这艘新航舰，他愿意怎么样？就是说我真的去买法国的标风，不对，标风不是才刚被击落吗？现在还要再跟法国买标风吗？现在出现一个问号。不过大家其实我们都理解，在海上的航空母舰能够用的战斗机不多，是标风就是其中的一种。所以如果他能够换标风的话，那还有希望。那如果他还用米格29，那就绝对不会是辽宁号的对手。不过我们刚才讲的都是一些很美好的想象，因为巴铁兄弟你买不起也养不起。好，所以刚刚华干哥帮我们点出了问题，如果辽宁舰真的给了巴基斯坦，首先巴基斯坦它是养不起的，在技术上是也没有办法承担的。另外呢，刚刚也问到这个辽宁舰对上印度的维克兰特号，包括了在舰载机上面就有非常巨大的差异了。那么看起来辽宁舰是远远的胜过印度的这个兰克号的。那等一下的问题，我们也请教宽哥怎么看。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印度它其实真的都是拼装号，尤其是海上的这一些国产的，所谓他们叫做国产的新舰队，有哪些？我们帮观众朋友做了一个具体的整理，包括呢它的这个全新的舰队，像是它的驱逐舰，这个叫做苏拉特，还有它的尼尔吉里护卫舰跟它的舰艇，被专家爆料，你说是国产的，但是事实上中间的这些核心技术，包括了它的雷达零件，却是通通都是外援，根本就是混血舰队啊。那宽哥怎么看？来跟各位谈一件事情哦，印度的一个国防在全世界一直是一个谜。什么样的一个谜呢？就是他们的印度的国防的预算呢，在全世界是排名前10的。那他们也号称，不管是在舰队，不管是在飞机，不管是在飞弹上面，他们都拥有各国不同最优良的一个武器，都在印度。但实际上是他们真正到面对问题的时候，通常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那这是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麻烦哦。他们过去印度他们在外交上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互不隶属，所以呢，我也不属于美国，我也不属于欧盟，我也不属于俄罗斯。可是我买武器的时候呢，我要把他们通通都买回来。可是买回来之后呢，各位跟各位说关键的2个字哈，这2个字我已经入行快30年了，我到现在还搞不懂。印度他们最大的国防，你知道是哪2个字吗？叫魔改。
魔改，那华看哥就笑了哈。嘿，各位魔鬼的魔改的意思是什么呢？魔改的意思就是全世界最好的系统来到印度之后，印度就会说，你这个不行啊，那个不对啊，这个地方不合我们的风俗，这个地方不合我们的信仰，他就开始改，东改西改完之后呢，就会变成非常奇怪的四不像哦。上次在飙风战记，各位都晓得哈，飙风战记他们出事之后，整个法国原厂直接跟他说：“你们不要再用飙风战机了，我们的飙风战机50年没调飞机，你们一口气给我们调3台，我们承受不起啊！”同样的，其实，在航空母舰上面也出现这个事情哦。很多人都以为说航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要跟各位谈哦，其实辽宁号对我而言，我觉得它是一件神奇。为什么呢？辽宁号曾经惨淡到差一点被澳门的商人拉去做餐厅。对。然后后面它其实里面的内部都不行了，很多地方是都需要改的。那各位都晓得哦，其实战舰它航空母舰它最重要是那个所谓的降落甲板。降落甲板，你想那么重的飞机，快速的时间450公尺要把它拉住，很多都是所谓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科技哦。但印度的部分的话呢，现在全世界在有所谓的航母的部分的话，印度跟泰国是非常特别的，就是他们有一台非常漂亮的航母，上面也有飞机。可是你跟他说飞机我们就起飞看看吧，他们说不行，嘿，这个是不能用的哦。所以就现在来说的话呢，我要再跟各位谈几件事情，就是说。印度从过去20-30年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印度他们花了很多钱，他们也有全世界最优良的武器，他们甚至于印度说，我们自己所研发的，不管是5代战机，不管是战舰等等的，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但印度的武器，我问各位，有谁买过？是不是没有的？所以它在国际上是没有认证的。所以就大架构来看的话呢，现在很多人就说。印度它未来到底能打或不能打？印度当然对那种很弱的国家它是能打的，例如说印度啊、泰国，它去对缅甸，它去对柬埔寨，它当然它能打。可是如果去遇到一级的一个强国，遇到真正的大考验的时候呢，我还是回归到那个字哦，印度的民族性，他很喜欢魔改，魔改完之后。战舰、飞机、武器、大炮都会变得四不像，这个是让大家比较不懂的地方啊。好，这是印度自己文化、自己的内部的一些问题哦。那其实呢，现在莫迪真的很头痛，他眼前要面对的包括来自于这个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这2个中巴2国的夹击，不管是在经济上或者是在军事上。刚刚在军事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其实在经济上我们也要来看到最新进度是。王毅跟巴基斯坦的总统正式会面了，双方在这个时候打造了中巴经济走廊2.0。那巴铁总统更是正式的表态，巴中是全天候的铁哥们，绝对不会被动摇。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要看到在外交上面了，这个国家孟加拉现在竟然也在态度上面大转向，从亲印度现在转向亲中巴。军事上，印度啊现在陷入了印巴上面双面夹击。经济上，孟加拉一旦向中国大陆靠拢，代表大陆的一带一路就会直接深入到印度的后院。更绝的事情是。我们看到印度不只是承受中巴孟加拉的压力，还有美国的针对它的50%的高关税，在今天正式的生效了。莫迪还撑得住吗？岳老师？我每次在一评论到印度的时候，我真的是蛮好笑的。刚刚听到宽哥讲魔改这概念，真的是听起来蛮魔幻的哈。因为我必须在这边强调，整个过程当中啊，从5月7号啊，这个印度自己偷袭巴基斯坦，被打成5-0啊，有人说是6-0，但是刚刚大家提到的飙风战机3架被打下来以后啊，就其实大家都已经注意到，我那时候就说过，印度的话国运至少要衰20年了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呢，这个川普就打了3大巴掌啊。这第一大巴掌的话呢，就是关税的话呢。25%，谈不顺的话，再加25%，变成50%，变成全世界最高的。然后第2个大巴掌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那个川普啊，本身对于这个巴基斯坦啊，就这个马上跑去啊，就是这个莫迪原来啊自己感觉到自己在西方国家地位很重要啊，跑到了这个 G7 的会议当中的话呢，开会。这个川普一来以后就急着要走，理由是要接见巴基斯坦的参谋总长，这个对印度来讲是极其羞愧的事情啊。那么因为这个莫迪在去年的今天跑到美国国会去演讲的时候。还去了2次，然后站起来鼓掌15次，底下私下鼓掌70次，啊，就觉得得意的不得了。后来一下子竟然挨了2大，然后第3大巴掌的话呢，这个川普跟巴基斯坦签约要开发石油，最后是开发石油出来要卖给印度，啊，印度开了3大巴掌，觉得大家都了解这种情况啊。那么这个川普为什么要这样子侮辱的印度呢？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你一旦国家的话呢，你这个武器当中的系统当中号称很厉害，结果不行的话呢，就是要面对这种情况。
那大陆现在的话呢，跟巴基斯坦之间的话呢，就是美国现在已经注意到，一直不断在拉巴基斯坦，所以说才会出现这种经济走廊2.0的现象，就是巴基斯坦要对中国输诚呐，号称巴铁，但巴基斯坦受到美国的压力，也是受到美国的引诱非常大。压力的话呢，就是说所有的国家都一样，必须是机会主义，在两者之间选择一个嘛，巴基斯坦也不例外。另外的话呢，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呢，大家知道吗？这个从这个新疆直接通到巴基斯坦，穿过去后有个瓜达尔港，是可以避开马六甲海峡的。我觉得大陆本身来讲，我们刚刚聊了很多这个航空母舰的事情，航空母舰在海上是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你到了马六甲海峡那边，新加坡那边就有美国驻军啊，然后你大部分的油啊、气啊都经过那边的话呢，对他来讲始终是个威胁。所以说这边要维持中国跟巴基斯坦的关系，这经济2.0的话呢，意思也就是说。就是说强调这个情况就要压住印度。印度本身的话，在反应上来讲，现在今天8月30号，莫迪就突然要赶到那个天津去开这个上合会了然后整个这个信息都改变了。所以说，我就觉得说，印度本身不单单是魔改，它基本上是非常魔幻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原有我们小的时候都叫东巴跟西巴，现在巴基斯坦是西巴，东巴就叫孟加拉，他们实际上的话跟中国联合起来，就发觉你印度不行的话呢，就落后就得挨打。